他们既是父亲和女儿，又是哥哥和妹妹，更是丈夫和妻子。但我说的只有2个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博正。书中说呢，这3重关系呢是刻在法国某处一个教堂外边的一个墓碑上面的，说是考证是比较真实的一个事件吧。书里边说的这个事情呢，是说在那个路易12的那个时代，在那个朗克多克地区呢，有一个贵族的少妇，那她年纪就守寡了嘛，但是呢，她决定不再嫁了立志要独自呢抚养儿子长大。那为了规避这个城市的喧嚣，那就搬到了这个村里边去吧。那到了村里边，找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老师来教导他的儿子嘛。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，儿子长大了，14、15岁了，那情窦初开了，就渐渐的就喜欢上了这个照顾他母亲的这个婢女。那多次想要和那个婢女寻欢，那都被婢女拒绝了。那婢女呢觉得这个太烦了吧，就给这个儿子的母亲，就是这个主母嘛，给他说了这个事儿。那主母一听，我的儿子那么好，怎么可能呢？他说你不要乱说。婢女呢就觉得我怎么可能会乱说呢？那你不信可以试一下。那主母就觉得行，那就试一下。然后他就告诉这个婢女说，某天晚上你就约他来，你就假似要答应他这个要求，然后我在一旁看到底怎么回事儿。在约定的这天晚上呢，这个主母呢就穿了这个婢女的衣服呢，就睡在床上等着的。那可能是由于这个少年来的太晚了，等了很久吧，就迷迷糊糊的、半梦半醒的那种，差不多就睡着了。那少年呢，当天晚上就来了。那黑灯瞎火的也没多看呢。那少年嘛，那血气方刚的是吧？那什么一上头就没管那么多了，然后就稀里糊涂的和自己的母亲就那个云云一番了。后来呢，这个主母也就是母亲嘛，她知道酿成大错了，那就以这个儿子要外出游学的名义嘛，把儿子支开了，让他到外地去了说的是学业没学好就不能回来。更加戏剧的是什么呢？是这个主母，也就是这个母亲嘛，她生了一个女孩。那为了避嫌还是怎么的，就把这个女孩呢寄养到这个远房的堂兄家里边。那他的儿子呢，就是也出去很多年了嘛，说要回家来看一看母亲看看家里的情况。那母亲呢就说你要回来可以，那你必须要结了婚以后才能回来。那后来呢就四处找人做媒嘛，去看有没有合适的这种女孩可以结婚的。巧的又来了，那找来找去呢，就找到了这个他母亲寄养在他那个远房堂兄家里的这个女儿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那个义女已经是一个贵族的义女了。那2人呢一见倾心就结婚了。怎么说？是不是很巧？和自己的女儿结婚了。那书中说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一个传说吧，说有一个叫达克鲁奇的这么一个岛。那这个只是一个传说不一定真的有这么一个岛。说这个岛上呢全是女人，那也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女儿国吧。那说的是这个岛上的女人呢没有穿衣服的习惯，那你远远的看过去呢，感觉她们是穿了那个短裙的。那其实不是短裙，说的是你走近一看，其实是非常旺盛的毛。说的是这些女人的这个性欲都非常的旺盛，说的是这个周边那种失事的那种船只的这种水手或者是船员，那漂流到这个岛上呢，没有一个是可以活着离开这个岛的。不是说可以在这生活，是很快就会精尽人亡。那书中说的是只要是这个男人身上的任何的凸起物，他们都可以拿来泄欲。那书中说呢，后来有人从这个岛上有幸逃脱出来吧，然后说了一些关于这个岛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吧。那就说在周边这个土人嘛，有一个习俗，就是要转运，就是你的收成不好的时候，我可能会通过做某件事情去转运吧，就相当于我们这边这个收成不好的时候古时候嘛，可能会去祈雨怎么样。那在这个土人说，要不我们收成不好，要不我们去挑战一下这个达克鲁奇岛吧。没想到这个一呼百应觉得行，这个这么大的挑战，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一个挑战，那就去吧。那就说这些人呢收拾好行装就去了。
那到了这个达克鲁奇岛以后呢，还没到岸啊，就看见那个岛上这个岸边的黑压压一片，全是那个女人了。然后他们就互相高喊：“哇，有男人来了！”状态呢，就像那个久旱逢甘露一样啊，就是哇，有男人来了那种，就是黑压压一片等着的。然后呢，这些男人上去呢也不示弱嘛，就说：“哎，我们先定个规矩啊，1对1的来啊，不要混啊，不要乱。”然后呢，那些女的呢，就是岛上的那个达克鲁奇岛上嘛，然后女的同意了，可以，没问题啊，1对1的来吧。那据说是在这个岛上呢住了相当长的一个时间，然后去挑战的这些人呢就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吧，要该走了，然后呢就借着说要打鱼嘛，就趁这个空档呢就逃走了，就从那个岛上呢带出来了香蕉。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又觉得非常非常巧了。一个只有女人的这个岛上会产香蕉，物尽其用啊。那如果你有相关的或者说知道的一些奇闻异录啊、毁三观啊什么好玩的事情，你都可以留言告诉我让我也见识见识，看有没有更加毁三观的事情最后呢，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 OK 的话，那就麻烦你给我一个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下次见。